挺强的。还有，这小人可以顶得住这么久的人，真的是啊！注意看，身披5条金腰带的日本狂人正在遭受王洪祥的重拳毒打，在王洪祥猛烈重拳轰炸下，日本选手彻底跪在地上求放过。而这位被乱拳打废的家伙可不是一般选手，而是日本大名鼎鼎的武冠王 King， 身穿白色寿衣和5条闪闪发光的金腰带，无不证明日本选手走在时尚前沿。而他如此打扮就赶来中国大陆耀武扬威，明显没有把任何中国选手当回事。至此，王洪祥才会愤怒下狠手把日本冠军往死里揍。要知道，此时的王洪祥已经退役了5年时间，一直在台下担任解说嘉宾。不过日本人天生就有一颗不怕死冒险之心，竟将比赛挑战书送到了王洪祥的家门口，这不明摆的要踩着王洪祥的脑袋开拓搏击市场。纵观王洪祥的职业生涯，可是暴揍过数十位日本悍将与无数泰拳王，自然王洪祥对付日本人可是出了名的凶狠不留情面。而为了赞扬王洪祥为中国拳坛做出的伟大贡献，中国拳迷粉丝一致评价王洪祥中华百姓英雄称号。而王洪祥本次比赛的复出之战目的很简单，就是要用一身好武艺打废日本武冠王，顺便让老外看看中华传统武术到底能不能打。好了，废话不多说，为了让更多中国人看到王洪祥的精彩表现，麻烦各位帅哥美女长按3秒点赞，小编祝各位早日赚到100万。第一回合开始，红色短裤就是中国选手王洪祥，白色短裤就是日本选手 King。原来在金腰带的掩盖之下，这位日本选手竟是一位光头，也不知道这家伙与武僧义龙谁的抗击打能力更强悍。要说这位日本选手今天可真是挑错对手了，竟敢明目张胆地指名挑战自幼习武的王洪祥。那今天的比赛，王洪祥注定不会让日本狂人太好过。也是这个李大叔的空手道，顶不住了。王洪祥把对方比在墙角里。我不知道电视机前观众朋友能不能通过我们的现场话筒感受到现场观众的气氛。真的大家的这个掌声和欢呼都在给王洪祥加油。其实刚才主持人也说到了，回归的原因就是因为留恋。我相信这样的欢呼声也一定是每一个选手最留恋的。相信我两边的王腾蛟老师、蔡志源老师都是很激动，而我却反而变得很低落了，因为毕竟时间在我们的身上留下了太多的影子。王洪祥这位作为中国搏击擂台，可能是光头选手都比较抗揍，日本冠军 King 在王洪祥的重拳追击下，依旧生龙活虎来回蹦跶，丝毫没有将王洪祥打出的伤害当回事。俗话说，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王洪祥只要持续的出拳出腿进攻下去，就算不能将对手尽快 KO 送走，那也能利用击倒读秒的机会获得比赛点数。王洪祥又回来了，因为留恋回来了。在这场比赛上，王洪祥带来的不光是比赛的愉悦，而且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作为武者的执着。为了准备这一次的比赛，他从92公斤降到80公斤，整个的过程我们都一直在关注王洪祥在这场比赛上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表现。我们现在就在拭目以待这个历史的时刻。时间快到了。不过这个 King 啊，李新熟的空手道这位选手，是这种传统流派的空手道，这种流派的选手，可能在这个搏击的擂台上，他可能不是那么的适应。比赛来到第2回合，日本冠军 King 眼看首回合没有受到太严重的伤害，便嚣张起来。殊不知王洪祥1回合的隐忍，就是为了此刻的暴揍，连续的出腿彻底打乱日本冠军的比赛节奏。当然，出腿干扰并不过瘾，顺势拿着拳头逼近对手内围，实施精准打击，必须要想尽办法将其击倒，才能拿到绝对比赛点数。放一个点数，倒劈2次、3次、4次、照亮，5次、6次、7次、8次、9次，王洪祥单打，连续9次的踢击加连续重拳。我想此时此刻我们不需要再说什么，大家听现场的观众欢呼就好了。镜头一转，日本冠军正在被裁判口头读秒。一次的击倒不仅将日本冠军 King 的防守攻破，还从心理上震慑了对手。只要接下来的比赛王洪祥继续保持英勇无畏的暴走精神，那小编断定击溃日本选手还是犹如砍瓜切菜那般简单轻松拿捏。前的风格展现不一样的风格，不一样的王洪祥，并没有像我们期待的一样进来了。在第2回合明显已经加温了，低扫2次，还有高扫。有点腰酸背要搞西撞，会倒，再会倒，再踢，还顶住了。
成功，漂亮，后白，好了没？给息。频繁遭受毒打的日本选手，明显防守都做得破烂不堪，同时脑子里还在思考该不该在此刻举手投降。毕竟，与其被打死在擂台上，还不如趁早收手。奈何台下的日本教练还在各种指挥要求做好防守，等待机会，这才让日本选手拼命的弃赛想法打消了。对于这场比赛，王洪祥势在必得，一定要让日本选手吃不了兜着走。我觉得王洪祥应该还是可以的，拿出体力来，加快你的节奏。好，这回还有10秒。3分。啊，继续。主持，漂亮，连续。你可以连踢，但是不小心偏失。我们的裁判的执法尺度还是很严。比赛来到第3回合，前2回合日本选手可谓是吃尽苦头，每分每秒都要紧绷神经做好防守。于是这回合为了争夺比赛点数，打算殊死一搏，跟王洪祥硬刚到底。而王洪祥很明显没有拿到比分优势，小看对手。既然对手能取得5冠王称号，必然不是弱小之辈。于是王洪祥在注重防守反击的情况下，开始各种试探，坚决不能让对手拿到一丝比赛点数。勾拳，前手平勾，对，没错。加了这样的一个武器，最后他的终结以后加了砍踢。哇，王洪祥回来了！王洪祥回来了！不知道是不是有观众会觉得穿越了，好像时间我回到了5年又回到了前的那个之前，还是这个感觉，对，还是我们曾经为他欢呼的那个站在中国、站在日本、站在澳大利亚、站在新西兰、站在美国拉斯维加斯，继续打着胜利比赛的王洪祥。其实刚才也说到了，王洪祥自己也说，这样的比赛其实无论输赢，当他选择重新回到这里，其实我觉得已经是一种勇气，而且。这时候的日本选手已经不指望拿下比赛胜利，能不能活着走下擂台都是一个大问题。而为了活下去，只能用身体硬抗王洪祥打出的伤害。当然，王洪祥频繁的进攻也多多少少出现了体力不支的情况。就算如此，王洪祥也没有停止进攻的脚步。毕竟，这可是关乎中国人的尊严问题，说什么都不能让日本冠军在中国大陆嚣张放肆。基本上不还手了，看来已经疲于防守了。哎呀，这个脚，可以 KO 了吧？哇，这个日本人真的是，还是非常顽强的，我们必须要真的承认，还是非常顽强的。还有，这很少人可以顶得住这么久的真的是啊。哇，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最后公布比赛结果，王洪祥实至名归，赢下了比赛最终胜利。大家认为王洪祥本场比赛表现如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们下期再见。